为了躲避警员们的追捕，你竟直接假扮机长开启了飞机。可在飞机上，与你同行的柳如烟无意中听到的消息，却让他傻了眼。你看过《天眼行动》吗？就看过前2期，第3期没看，那你快看看。我跟你说，这次的逃犯牛逼得很，居然假冒机长开飞机躲避追查组，也不知道是哪些倒霉蛋坐了他的飞机。不过这劫匪怕是不知道，警方已经叫人在航程布好了网，他一落地就得玩完。听完全程的柳如烟已经皱紧了眉头，追查组不讲武德呀，居然还找外援。另一边驾驶室内，你跟王丽打了一声招呼，便想去一趟卫生间，可这才刚到地方就被柳如烟拽住，然后在你一脸疑惑的表情下，他说起了刚才听到的事。本以为你会跟他一样慌乱，可闻言的你只是淡淡笑了笑。待会下飞机就要被抓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我不仅要笑，我还要笑到最后呢。让你带的东西带了没有？带了呀。不过你让我带那些东西干啥？此时航城某处警局内，是大概就是这么个事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好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说着，王局向10位警员挥了挥手。因为这只是个节目的缘故，航城警方自然不会为此而调出大部分警力。再加上电话里韩飞也没好意思说出他被你耍了好几次，所以这位中年男子到现在都认为你很好抓。而在路上的警员们还在谈笑风生，同时为了配合节目组，他们身上也佩戴了摄像头。为了抓一个普通人，犯得上出动我们10个吗？我感觉2、3个就够了呀。哪里要2、3个，一个就行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跟喝水一样，这哪是来执行任务，分明是休假呀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你要降落的机场，做好了提前部署。虽然刚才他们还在笑嘻嘻，但真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认真了起来。狮子搏兔义用全力的道理，他们还是明白的。很快，半个小时后，你所在的飞机成功降落在了萧山机场。随着舱门打开，飞机上的乘客一个接一个的顺着廊道走了出来，而已经部署好了的警方早已在镜头堵了起来。只见最前面的掏出了证件，警方执行任务，麻烦大家配合一下，自觉排成2队，男左女右，谢谢。虽然乘客们不知道这些警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还是选择了积极配合，按照警员的话做了起来。接下来，警员们看着照片，逐一对比廊道中走出的靠左的男性乘客，至于靠右走的女乘客，则是完全没管，选择了直接放行。廊道中走出来的男性乘客，每一个都被警员们拿着照片对比了好一阵子，只有确认这不是你之后，才会放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飞机上的乘客已然下去了大半，可依旧没能看到你的任何身影。这时，一个男孩走上前来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说的不会是天眼行动的那个江叔吧？”“对啊，你在飞机上见过他吗？”男孩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站在了旁边。合着我就是那个倒霉蛋是吧？此时，飞机上的女性乘客，包括机组的一众人员都早已离开。至于男性乘客以及男性机组人员，因为是警员们的重点排查对象，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全部离开，还剩下最后5个。在检查完4个后，按理说这最后一个绝逼就是你了。可看着眼前200多斤、一脸横肉的男子，10个警员对视了一眼，一时间都有些懵逼。另一边，柳如烟向你竖起了大拇指。之前他还在纳闷，你让他带那些东西是为啥？现在他理解了，你一早就猜到了航程会有人堵你，对不对？一半一半吧。我知道追查组的人早晚会查到航空公司去，因为帮我们开房的那个空姐就是线索。不过就算他们再快，也不可能做到和我们的动作同步。等他们查到航空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上飞机了。此时追查组无非就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自己坐飞机来航程，要么找人堵我。后面这个可能性最大，所以我才会让你提前准备这些东西。不说这个了，找个卫生间把衣服换掉去。这破衣服卡裆，你疯了？这身衣服可是你的护身符，你现在把衣服给换掉，待会再遇上警员咋办？同样的招数再用第2次就不灵了。再说你见过1.83米的空姐吗？他们又不傻，估计待会就反应过来了。很快你走进了卫生间。卧槽，你干什么？别捂着了，好像谁没有似的。说着你来到了男子身旁，下一刻他看着掏出来比自己还大的空姐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。另一边，警员们在放走了所有人后，又在这架飞机里检查了几遍，可愣是没有发现一个人影。警员们都有点懵，人呢？他是不是不在这架飞机上啊？应该，可能，也许是不在吧，不然没道理啊。给王局打个电话吧，我也怀疑江叔压根就不在这架飞机上。其中一个警员掏出手机给王局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另一边的王局接通了电话。怎么样，人抓住了吧？可得把这小子看好了。老韩刚上飞机，还有2小时就到航程了，千万不能让这小子跑。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便被警员给打断了。那个人没抓着。一听这话，王局的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。10个资历很老的警员出动，还是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，居然连一个普通人都抓不住，开什么玩笑？不是让他给跑了，是飞机上压根就没有这个人。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，情报有误。王局也是个人精，立马就领悟了话语里的另外一层意思。我知道了。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，给正在坐飞机的韩飞发了条信息。得知此事的韩飞眉头已经皱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因为这次警方只派了10个人，而且都还全守在廊道，所以此时机场的其他地方安全得很。你与柳如烟一路畅通无阻，随后坐上了出租，直接离开了机场。2小时后，追查组的人终于到了，10个警员前去接机。他们刚落地，一刻也没闲着，直接让警员带路去找了机场的工作人员，调取了当时的监控。此时追查组4人以及10个警员都坐在屏幕前看着这段监控。画面里，警员让男女分成了2波，只查男不查女。乍一看倒是十分正常，毕竟他们要找的是你只查男的就够了。但李晨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画面往前倒退10秒，对，就是这个人。放大，画面里出
出现了一张空姐的面孔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，这特么就是江疏！你们仔细看他的眉眼，简直跟江疏一模一样。闻言，其余警员们愣是看了半天，才发现了端倪。不得不说，这伪装技巧是真的强。没错，之前在系统给出的奖励中，你选择了神级伪装，只是下机时随意的一弄，就几乎骗过了所有人。除了被号称人肉照相机的李晨，韩非的脸色十分难看。警员们很快意识到这次是他们的疏忽，于是赶忙跟韩非道了个歉。不怪你们，是这个江疏太狡猾了。继续查监控，画面中你假冒的空姐在离开了廊道之后，迅速汇入人群，然后走进了一个卫生间。3分钟后，换了身正常的衣服，大摇大摆的离开了机场。监控画面转到机场外面，你来到了一个出租上客区，最后拍到的画面是你走到了出租车上客区的一个大柱子后方。由于被柱子遮挡了，所以接下来的画面里你便再没出现过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监控拍到这大柱子的后方还停了辆出租车，这辆车的车头恰好露在柱子外面，被监控拍了个一清二楚。就在你的身影消失在监控当中的柱子后方没多久，柱子后停着的那辆出租车就开走了。追查组的人和警员们看到这样一幕，瞬间就来了精神，马上根据车牌号查了一下位置，查到了这辆出租离开机场后就直奔西湖去了，现在车还停在西湖旁边呢。韩队，他肯定是打车去了西湖，咱们现在去堵他，肯定还来得及。可被骗麻了的韩非早已不敢放松警惕，绝对有问题。